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亚洲大学资讯工程系王金荣的老师。那我们现在这边要注意跟各位介绍，就是说有关于这个大数据的资料处理。那我们在本课程里面呢是采用 AWS Academic Program，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希望跟各位介绍一下 AWS 有关于这个教育资源的计算方面。那以下我们大概会分成3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大概就是你可以采用自学的，就是所谓的 AWS Educate 的 Program。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比较官方，就是比较是对于认证考试方面的一个训练课程，它叫做 AWS Academic Program。那第3部分我就会分享一下我在亚洲大学还有个人有关于 Certification 认证考试方面的一些新的一个分享。那希望大家不只是会用大数据分析，而且大家知道如何在云端的平台，如何去利用这些云端的平台来让你做大数据的一个分析。谢谢。那我们是用 AWS 的云端平台。那在 AWS 的云端平台上面，它提供了2种的教育的资源。那第一个就是有关于 AWS Education Program 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是属于一个比较自学的，就是说它是任何人都可以注册到这个系统，然后来做一个学习。那这是我本身。好，那这个 AWS Education 呢，基本上你到这个网站，那就可以进到去注册，然后就可以，所以这边一个简单的演练就是有关于 AWS Education。所以要注册的话，你很简单，按一下，然后在这个地方提供一下。它应该是也有中文的版本不过它中文的版本是属于简体字。那你就提供一下你个人的姓名啦，然后你的生日啦，还有你的 email， 所以它大概会用这个 email 来跟你做通知所以这大概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注册过程。那我简单的就登录一下这个注册过程给各位看一下。那这边是因为我已经登录过了，所以我就登录进去，然后跟各位介绍里面有哪一些的教育资源。那我也希望说我们这个课程不只是在我们这个课程的演练，未来你也可以自己利用这一些教育资源，然后来提供一个训练。所以其实这边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它的一个训练课程那你只要去注册就可以线上的学习。所以像我这边有 in progress， 就是我已经注册的一些课程，还是说哪一些是我已经有完成的啦在这个地方都有。那因为这边有 AWS 有 copyright 的问题，所以我就只有介绍到这一边那你详细的内容，因为这边有版权的问题，所以我在这边不便就是点进去让做更详细的一个介绍。不过我相信各位你只要有提供 email， 那你自己都可以注册进来做一个观察练习那这边是它的，不过这个界面有一点旧了现在应该可能不是这个样子它常常会改版。那当然你在线上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一些学生他们都有自学，然后他们会分享他们一些有关于 education 他们学习过然后得到的一些 feedback那当然亚大如果你是高中生的话，我们也希望说你如果有参加这个课程，还是你不是本校的学生，那我们这有一个 promotion code 啦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你可以帮我们注册，那会帮我们一下推动一下 KPI， 说是你们我们这边的课程帮你引荐，然后你可以进来这个 education program。好，那这是我刚刚提示的 education program。那因为我刚刚的登录已经有 cookie 了，所以它一下就登进去了这是它登录的界面。那这边可能是有一些线上的啦。那特别强调一下，它也是 hands-on lab 其实这是蛮不错的啦，就是有很多的这一些云端的，可是它通常有很多都是概念性的，所以你如果选这个 lab 的话呢，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些既有的实验环境就是它有一些类似一个沙箱那你进去就可以针对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 web 他们有关于他们 lab 的一个 operation 操作，你就可以在线上来做操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lab。
那这是有关于他们 lab 的一些细节。那因为它有 copyright， 我就只有在这一边跟各位稍微这样提一下。那你有了这一些训练课程，事实上它里面也有一些 information 就是让你经过这些训练，那你的 rec 会在这个他们的这一些 rec 里面，那未来公司要找工作，还是说你要找工作的话，都可以在上面帮助你。那这是大概有关于 AWS 的 Education Program 的部分。